俄军第5代隐形战斗机正式亮相，成外界重要关注点。为何说这是美军 F-35战斗机的克星？中俄战机并肩作战，美军地狱已来临。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最近一段时间，拜登政府一直强调，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现阶段所要面临的最大挑战，于是想方设法对中俄两国进行干扰。美国之所以能够嚣张跋扈，军事实力是他们的重要支撑。F-35战斗机服役之后，美国更是翘起了尾巴，变得狂妄至极。但是如今中俄两国也在不断发展军事实力，今后美国可能就没有资格对中俄两国摆脸色了。继中国歼3-1之后，俄罗斯近日拿出了自己的法宝。据《环球时报》援引俄媒报道称，俄罗斯第5代隐形战斗机将在20号于莫斯科国际航天展览会上亮相，这是俄罗斯第1款腹部进气式新型战机，并且具有雷达隐形特征和超级机动性的特点。该媒体称，这款战斗机采用的是轻型单引擎装置，而且机身还装有弹仓，至少可容纳1枚大型对地导弹。此前，苏霍伊公司公布了部分该机的指标之后，就被各界一直议论为这是美军 F-35战斗机的最大竞争对手，甚至有媒体直接称之为是 F-35战机的克星。美国政府之前经过反复折腾，对中国各种干扰后，似乎意识到了局势不对，所以就想去拉拢俄罗斯，跟普京会晤之后立马挑拨中俄关系。没想到普京根本没有搭理，这让拜登丢尽了脸面。此外，普京在后期签署的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就单独列出了若外国势力给俄罗斯施加军事压力，将进行反制这一项。俄罗斯安全信息主任穆辛还称，这就是对一些西方国家给出的警告。虽然穆辛说的是对西方国家给出了警告，但明眼人其实都知道这是说给美国听的。值得注意的是，普京签署这份战略后，随即表示今后将与中国密切合作。因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如今美国一直把中国和俄罗斯同时列为重点关注对象，俄罗斯也明白了美国的心思，所以现在的俄罗斯认为和中国合作就是对抗美国最有效的途径。如今，俄罗斯新添了空战法宝，如果再受到美国的空中军事干扰或打压，必定会选择和中国一起抵抗。而中国的歼20联合俄罗斯的新型5代战机并肩作战的话，必定是美国空军要面临的灾难性问题。总而言之，中国一向都是以互相尊重、不愿意发生矛盾的态度，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进行友好交流。但是，总有一些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帝国对中国无端的挑衅，中国一再退让，并不是中国会怕你们，只是不愿意破坏世界和平稳定的局势。如果美国非要逼着中俄联手，那必定会将美国军队推向地狱。俩美国高官只能还中国出访，越来越不配合的中国开始让拜登感到头疼。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目前美国常务副国务钦温迪·谢尔曼已经完成了对蒙古国以及韩日的访问，而不久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也将动身，完成对越南、菲律宾的访问。不过，因为目前中方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美方的访问请求，所以这俩美国高官只能还中国出访。有分析认为，中方之所以并没有明确肯定美方的访问请求，主要是对美国不断恶化中美关系的回应。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美国在各项政策上一直对中国表现得非常不友好。美国军机2次为台湾送快递，一再挑衅一中原则，一系列的行动导致中国与美国之间的高层会谈还不到时候。所以，截止到目前，双方都没有就对方大事进行互通信息。拜登在恶华这方面的表现比前总统特朗普还要厉害，但是中国早已不是若干年前的中国了。正如同此前杨洁篪在中美2+2会谈上所讲的那般，美国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显然，在面对美国无节制的挑衅行为时，东方巨龙已被激怒，而越来越不配合的中国必定会让拜登的头越来越疼。在近来的几十年中，中美从未如此公开的强硬交锋过。中国的明确反制是一种强烈的信号，是对美方长期以来对华认识和态度的一种彻底纠正。中国的反制就是在正告美方不要再装模作样了。因为美国凭武力就能横行霸道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必须以平等和互相尊重的方式和中国打交道，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当下中国遵循着和平共处5项基本原则，并非不想和美国对话，中国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公平和互相尊重的对话气氛。要创造这样的氛围，中美之间才有可能进行高层对话。然而现在的美国就像是一条巨蟒，不停地勒紧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各种领域里
到处打压以及遏制着中国。面对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中国哪里有接受美国高官会谈的理由？美国常务副国务也好，国防部长也罢，中国的外交大门永远敞开着，只要美国是抱着友好协商的态度。为何说解放军战术已经转变了？我国保守的防御型战术是否已经老化？在西方帝国的挑衅下，中国终于开始主动出击了。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近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看到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影响到自己在全球的地位，所以就开始派军机军舰来中国周边海域游行。看到自己的老大哥开始针对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国家也都坐不住了，纷纷开航母军舰来中国领海示威。不过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西方国家可以做的，我们也能做。解放军战舰也不再忍气吞声了，开始了我们的自由航行。前两天有报道称，中国海军战舰天王星号在美澳两国联合举行的护身军刀开始之际，就前往了演习海域进行参观。但是你西方帝国来我方海域的次数并不少，所以我们也不能只回礼1-2次吧。据环球网相关消息报道，中国解放军第2艘战舰已经出发，将在近期抵达美澳联合军演的附近海域。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17日也报道，澳海军发现了中国海军另一艘海王星号军舰，正在澳大利亚东海岸周边行驶。随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表示，中国海军战舰的航行属于正常的航行轨迹，因此并没有违反国际法。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海军此次出军澳海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美国和澳大利亚一个明确的警告。这样的访问完全是西方帝国主义自己作妖造成的。中国对于西方的恶意挑衅行为一再的警告，可他们就是不听劝告。因此，我们已经明白劝说政策完全没有作用，他们只会服利不服理。所以现在中方不再保持沉默，到了主动出击的时候了。你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可以自由航行，我们也可以。西方国家应该明白，自由航行不是你们特有的权利。我们之所以不去干扰你们，是因为中国有大国风范，而不是害怕你们。从此次的军舰航行中，我们可以明白，中国对待西方国家的态度已经变了，解放军的战术也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到了主动出击、主动亮剑的时期了。所以，如果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再对中国有挑衅的行为的话，解放军绝对不会客气。我们一再的忍让，却换来的是你们的蹬鼻子上脸。所以是时候该让你们明白，中国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收场的。中国没违反国际法，这次澳大利亚难道转性了？不，为何说惦记南海才是真？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近日，据外媒报道，美澳的护身军刀军演正在密切进行中，中国军舰也在美澳军演不远处的国际海域现身。但这次澳大利亚的态度却很耐人寻味。护身军刀军演是美国牵头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跟进的军事演习活动，规模大，演习内容多，持续时间长。类似地面部队演习、空战、海上行动等都会进行演练。另外，据美国军方消息，这次护身军刀军演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队，还有日本、英国、新西兰和韩国军队参加，预计将超过17000人。军演活动预计将在8月结束。在今年的护身军刀演习上，美军还首次在澳大利亚发射了一枚实弹爱国者防空导弹。美军官沙利文表示，爱国者防空导弹成功击落了一个无人机目标。根据美军方的说法，这次演习将进行空中、陆地和海上力量的展示，主要是为了向中国和俄罗斯展示其移动和战斗能力。美第5空军副司令员也表态到，中国的崛起正在威胁美国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和美国方面的强硬表态不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澳军方早就预料到中国会派出侦察船进行侦察，并为此做好了准备。达顿还特意强调了中国此举没有违反国际法。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虽然澳大利亚对中国侦察船到来非常警惕，但澳洲政府并不反对中国舰艇出现在国际水域。莫里森说，我们不提出任何问题，就像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甚至是其他国家通过中国南海时，中国方面不应该提出任何问题。澳大利亚这样的表态显然是出乎意料的，毕竟按照澳大利亚之前的行事作风，必定会在国际社会大肆指责中国，说中国要侵犯澳大利亚，甚至中国可能要和澳大利亚开战等等。这次竟然没有妖魔化中国的侦察行动，难道澳大利亚要转性？非也，以莫里森为首的澳方官员明显就是在混淆视听，惦记中国南海，把中国在国际海域正常侦察的军事活动和美国擅闯中国南海海域的行为相提并论。这两件事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任何国家都有权在国际海域开展相应的活动，但是中国的南海并不是国际海域，美国军舰之前擅闯西沙被驱逐是理所应当。中国之后要求美国停止此类活动，也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中国方面当然有资格提出问题。澳大利亚专家戈德里克就说过，监视船是国际关系中完全正常的一部分，但是别的舰艇未经主权国家允许就进入该国海域，可不是国际关系中正常的部分。奉劝澳大利亚不要自作聪明，玩些语言技巧，玩得再多，中国也不吃这一套。国际海域中国来去自由，中国海域谁不打招呼就来，那就得做好被驱逐的准备。